医师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深深的无奈。我每天晚上都想着和先生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听得出来，他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可是我先生他现阶段永远都是从前面来。你听见了吗？这句话里的重点是永远。他接着说，语气里的挫败感几乎要溢出一幕。我真的不懂，我每次想要翻到后面去，换个姿势，甚至只是想给他一个不一样的风景，他又会把我给转过来，永远都是那个传教士。这句话像一颗小小的石头，却可能在无数人的心湖里激起巨大的涟漪。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姿势的问题，它关乎渴望，关乎被理解，关乎一段关系里那最私密也最脆弱的欲望的流动。大家好，我是 Suki。在我的专栏里，我看过无数关于亲密关系的挣扎与迷惘。但像今天这样，一个女人为了爱去追求极致的美，却意外把自己锁进性爱僵局的故事，真的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你可能会以为，是不是她身材不够好，或是魅力不够？恰恰相反，当这位医师朋友深入了解后，才发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相。这位太太，她前阵子才刚刚做完丰胸手术。是的，你没听错，她为了让自己更有吸引力，去做了最直接的升级。而她的先生也确实非常欣赏这个成果。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苦笑着说，因为刚做完嘛，那个新奇感还在，他每天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爱不释手，所以我每次翻到后面去，他又把我转过来，因为他想看着前面，想抓着前面呐。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诅咒，不是吗？这件事完美地印证了一句老话，男人是彻头彻尾的视觉动物。他们的注意力会像聚光灯一样，被最显眼、最新奇、最刺激的那个点给牢牢锁定。当胸部的吸引力数值被拉到满分，其他地方仿佛就暂时进入了后台。这也让我们窥见了男性思维里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他们很难多工处理自己的欲望。在一个强烈的刺激点面前，他们的世界会变得非常非常单一。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他一个人的烦恼吧，一个甜蜜的烦恼。但其实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关于现代男性审美观，甚至是性爱偏好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不在前面，而在后面。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胸前移开，往下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打开 Instagram， 打开小红书，甚至是走在路上，你会发现有一种身材正在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成为新的性感代名词，那就是蚂蚁腰、巴西臀。用一句更接地气、更有画面感的台语来说，就是那句老司机们都懂的腰束、奶藤、卡衬、顶扣扣。注意到了吗？在这句经典的形容里，卡衬也就是臀部是作为压轴出场的。它像是一首交响乐，最后那记响亮的铜把，为整个女性的曲线魅力做出了最终的也是最强的定调。曾几何时，我们对女性身材的想象更多是纤细、骨感，甚至是弱骨惊风。但现在时代的风向彻底变了，一种充满健康、力量和原始生命力的美正在占领主流高地，而这种美的最佳载体就是那穿上瑜伽裤后被勾勒得淋漓尽致的浑圆、紧实、饱满的臀部曲线。
那不仅仅是一块脂肪或肌肉，它是一个符号。当一个女人拥有纤细的腰肢，同时又拥有一个饱满上翘的臀部，这条从腰际到臀峰的曲线，在演化心理学上，其实向男性的大脑发送了一个极其古老也极其强烈的信号。让我们稍微深入一点聊聊这背后的科学。这不是我瞎说，这是刻在男人基因里的秘密。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男性的大脑被设定去寻找能够成功繁衍后代的伴侣。而什么样的女性特征暗示了这一点呢？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叫做腰臀比。一个较低的腰臀比，也就是细腰配上宽臀，在潜意识层面就代表了这个女性荷尔蒙水平正常，储存了适量的健康脂肪，具备良好的生育潜力。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名词叫做脊椎前凸角度 （lumbar curvature）。研究发现，女性在腰椎部位一个恰到好处的弯曲弧度，能够在怀孕期间更好地支撑胎儿的重量，同时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灵活性。而一个饱满的翘臀，恰恰在视觉上极大地强化了这个健康的弧度。所以，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性的翘臀时，他看到的表面上是性感，是美。但在他大脑最深处的爬虫脑里响起的警报是：健康、年轻、有活力，是优秀的繁衍对象。这是一种绕过你的理性思考，直接触及本能的吸引力。好了，现在让我们从远古的草原回到21世纪的健身房和瑜伽教室。如果说翘臀本身是演化写给男人的一封情书，那么瑜伽裤就是把这封情书用最高级的烫金信封包装起来，还撒上香水的超级刺激物。瑜伽裤这种材质，它的高弹性、它的贴合度、它对光线的反射，都像一个放大镜。它把女性臀腿的每一丝肌肉线条，每一次走动时的微微颤动，都毫不保留的，甚至略带夸张的展现出来。它过滤掉了皮肤上可能有的瑕疵，只留下了最纯粹的、最原始的曲线诱惑。它让那个演化中的健康信号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强烈且不容忽视。所以，当一个穿着瑜伽裤的完美背影从你面前走过时，男人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这真的不是他思想有多无措，而是他的大脑在几百万年前就被设定好了，要对这个信号做出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社群媒体时代，背影杀会成为一种流量密码。一个完美的臀部曲线，它所能引发的按赞、留言和分享，有时候远远超过一张精致的脸蛋。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以臀部为中心的全球性的性感革命。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对男人来说，这种吸引力是致命的。聊到这里，我想直接问问正在看影片的男性朋友们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所以，现在的男人真的都不走传教士式了吗？大家都喜欢从后面来吗？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直接，但我们今天就是要聊点真话。这不仅仅是一个姿势的偏好，它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男性在亲密关系中两种不同的心理需求。一种是情感的连结，需要看到对方的眼睛，感受对方的表情，这就是前面的意义所在。而另一种是纯粹的、原始的、带有征服感和视觉冲击的欲望，这就是后面所能提供的独特体验。没有好坏之分，只是阶段和需求不同。你在床上是喜欢创新多变，还是钟情经典？在留言区用一个词分享一下你的风格，我很好奇大家的答案。现在呢，让我们回到最初那个故事，那个被美丽的胸部困住的女人。
当那位整形名医听完了他全部的苦恼后，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提出了一个堪称石破天惊，却又无比合乎逻辑的终极解决方案。他说：好，我懂了，逻辑很简单嘛，我帮你做了前面，你先生就只喜欢抓前面，看前面，对不对？那我干脆帮你把后面也弄好。石破天惊，对吧？这个解决方案听起来有点疯狂，但你仔细想想，它背后是对男性心理最深刻的洞察。与其对抗本能，不如顺应本能，甚至引导本能。既然男人的注意力是一盏聚光灯，那我就再给他打造一个甚至更耀眼的舞台。这位医生的思路是，既然你的终极梦想是解锁更多元、更刺激的体验，是希望你的伴侣能够欣赏你不同角度的美，那么我就要给他一个无法抗拒的理由，让他心甘情愿地把目光从前面转移到后面。而这个理由就是一个完美的巴西臀。医生甚至用一句极其富有画面感的幻想场景为这个手术下了一个最终的定义。他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位太太有一天能够真真正正地享受到那种站在窗边的后背式。轰！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欲望的核心。它已经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也不是一个手术方案了，它是一个承诺，一个关于终极性幻想的承诺。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场景，为什么它有如此大的魔力。想象一下，不是在普通的卧室，不是在漆黑的环境里，而是在一间高楼层的公寓，时间是深夜，窗帘没有拉上，你们的身后是整片璀璨的城市夜景，像洒碎了的钻石，无声的闪烁。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这是怎样一种体验？背对着伴侣，面向着世界，这其中有一丝丝的脆弱和暴露感，但更多的是一种全然的信任和交付。他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他目光的重量，那种滚烫的、毫不掩饰的欣赏，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背上。他的身体在这一刻成为了他眼中唯一的风景，与窗外的万家灯火交相辉映。这是一种极致的被崇拜、被珍视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个害羞的伴侣，而是一个自信的、掌握着她所有感官的女王。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男性的视角，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人类美学与现代文明最完美的结合，是他最心爱的女人，那条从颈后到背沟，再到腰窝，最后在臀峰达到顶点的，被誉为上帝曲线的完美线条。而这条曲线的背景是代表着权力、财富和都市脉搏的璀璨夜景。这一刻，性的冲动混合了视觉的震撼和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征服感。这不仅仅是拥有了一个女人，而是感觉自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这幅画面满足了男性内心深处那种对于美、对于力量、对于占有世界之巅的原始渴望。这就是站在窗边的后背式的真正魔力。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结合了窥视、暴露、权力、美学、征服和亲密感的巅峰体验。它把最私密的行为变成了一场具有仪式感的、值得被铭记的事件。所以，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他其实是在告诉那个女人，我要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术，而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你伴侣内心最深、最狂野幻想的钥匙。这也呼应了另一个有趣的趋势，那就是在亲密关系里，大家都越玩越大。
这句话并不是指尺度上的失控，而是指随着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资讯越来越发达，大家对于性爱的想象力也在不断地被拓宽。人们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例行公事，而是渴望探索更多元的、能够带来更强烈心理刺激和情感连接的体验。而一个完美的巴西臀，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成为了通往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一张门票。聊完了女人们为了满足男人所付出的努力和疯狂，我们也该公平一点，来看看男人们心里又在焦虑些什么，对吧？你以为只有女人会为了身材焦虑的睡不着觉吗？那你就太小看男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了。我那位医生朋友有一次在跟一群男模摄影师聊天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行业内的公开秘密。他说，你们看那些内裤广告里的男模，一个个都那么雄伟。但其实啊，很多男模在拍形象照的时候，为了让那个轮廓更好看、更突出，你知道他们会在里面塞什么吗？塞报纸，是不是很幻灭，但又觉得很好笑？你看，为了在视觉上达到那个理想标准，男人们耍起小心机来，一点也不输给女人。然后现场的对话就彻底歪楼了，变成了一场关于尺寸的爆笑竞赛。一个男模可能为了面子，拍着胸脯说：“我够，我很够，我17公分。”旁边的摄影大哥听了，可能就会笑着亏他说：“17，你那个叫18啦，敬畏一下比较好听。”然后不知道谁会在旁边冷冷地补上一刀：“哎呦，17、18都太短了啦，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外面流行讲30公分。”全场哄堂大笑。你看，从17到18，再到那个传说中的30公分，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什么？是男人的焦虑，是男人的攀比，是男人之间那种既想证明自己，又害怕被比下去的脆弱的男性雄风。这跟女人们在镜子前纠结自己是 A 罩杯还是 C 罩杯，腰围是24寸还是26寸，臀部够不够翘，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和标准的社会里，我们都渴望自己的外在形象能够符合那个被定义为有吸引力的标准。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明白，外在吸引力在很多时候就是通往自信、通往被爱、通往主导权的第一张入场券。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在吹嘘自己的尺寸时，你可以会心一笑，因为你知道，在那句玩笑话的背后，也藏着一颗渴望被肯定，也害怕被否定的普通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从一个女人的私密烦恼开始，聊到了巴西臀，聊到了演化心理学，聊到了站在窗边的终极幻象，最后还聊到了男人关于30公分的焦虑。这一切看似天马行空，但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无论是女人追求的腰束、奶棚、咔衬顶扣扣，还是男人在意的那一包够不够雄伟，他们都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外在吸引力与我们的内在自信，以及我们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是如何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理解这些藏在台面下的欲望密码，并不是要我们去无条件的迎合，更不是要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焦虑。恰恰相反，理解是为了更好的掌握。当你看懂了男性视觉背后的本能驱动，你就能更聪明地去创造和引导他的注意力。当你明白了男女双方其实都共享着对于外形的焦虑，你就能用更包容和幽默的心态去面对关系中的小摩擦。最终，掌握这些两性之间的秘密，是为了让你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更自信、更从容地去成为那段关系里真正的主导者。今天聊的是打开了你的新世界，还是说中了你的心事？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吧。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这类戳破真相、不说教只说真话的内容，记得一定要点个关注。我是 Suki， 也请你务必打开小铃铛啊，因为你也知道啊，这种猛料随时都可能消失，先关注起来，才不会错过我们下次更精彩的见面。